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大家好，我是林清晓，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唠家常、说时事的小天地。今天这期视频啊，您可千万的认真看，因为它关系到您实实在在的钱袋子。2026年春节前，政府有一笔最高12000元新台币的关怀补助要发，但这钱啊，不是坐等着就能掉进口袋的，里头有不少门道，一个不留神，可能就眼睁睁看着它从手边溜走了。我先跟大家说个真事儿，就前几天，咱们街坊有位陈爷爷，因为换了新式身份证后，忘了去银行更新资料，结果这笔春节大红包打到他账户10倍，直接退回去了。老人家眼巴巴盼着这笔钱办年货，听到消息后那失落的眼神，我看着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怎么能因为不懂流程，没及时操作，就错过了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所以今天我林清晓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件事掰开了揉碎了，用最通俗的大白话给大家讲明白讲透彻，手把手教您怎么把这笔钱安安稳稳地领回家，过个手头宽裕的踏实年。在开始之前啊，我想请大家帮个小忙，如果您觉得这个信息有用，请在评论区打上平安喜乐4个字，咱们一起为家里的长辈祈福，也恳请您点点关注，订阅咱们的频道，这样以后一有这种发钱福利的好消息，我就能的一时间通知到您，咱们再也不错过任何该得的实惠。好了，咱们言归正传，首先啊，得弄清楚这12000元新台币到底是什么钱，这可不是什么谣言或者小道消息，而是政府真金白银从财政预算里划拨出来的。你想啊，现在物价确实在涨，政府为了让咱们退休的银发族，还有生活比较困难的长辈，能在2026年农历春节前手头松快些，特别统筹安排了这笔综合性生活补助。它啊，好比是一个春节福利包，里面装着3样好东西的一样是春节过节特别慰问金，就是让咱们买点好吃的、好用的，热热闹闹过个年。第2样是年度物价联动补助，专门帮咱们抵消一些日常开销上涨的压力。第3样是冬季健康关怀与医疗补助，考虑到冬天容易生病，这笔钱能补贴一些医药开销。这3笔钱打包在一起，如果您符合资格，最高就能一次性的领到12000元新台币。发放时间呢，定在2026年1月1号之后，春节之前，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咱们在过年之前能拿到钱，把年货备得足足的。但是啊，这里有个天大的误区，我必须给您划重点敲黑板。很多长辈习惯性的以为这笔钱会像老人年金那样每个月自动打到存折里，这个想法是错的。这笔春节补助它是有门槛、有条件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申报或者确认信息才能领到。这就是开头我说的陈爷爷错过这笔钱的根本原因。他以为会自动到账，结果账户有问题也没人通知，钱就飞了。那么到底谁有资格领，又要满足哪些条件呢？您别着急，我给您梳理了3个最核心的硬指标，您现在就可以对着自己或者家里长辈的情况，在心里打个勾，逐条核对。这第1个硬指标就是户籍和居住地，因为这笔钱是由各个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的，所以它首先要求您的户籍必须设在当地，而且还有个时间限制。规定是什么呢？您的户籍迁入时间必须满6个月以上。这个时间点怎么算呢？它有一个基准日，就是2025年12月31日，从这一天往前倒推6个月，也就是说，在2025年7月1日之前，您的户口名簿就必须已经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县市了。这个日期卡得非常死，差1天都不符合规定。所以我建议您啊，看完视频的一件事，就是去把家里的户口名簿找出来，好好确认一下日期。
除了户籍时间，还有个实际居住的问题容易被忽略。有些长辈户口在这里，但仍可能长期住在国外的子女家，或者住在其他县市的儿女那里。现在政府的大数据系统会进行比对，如果发现您在本地长期没有医疗记录、消费记录等生活轨迹，可能会被暂时标记为非经常居住者，这笔钱就会先被扣住不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千万别在家干等着。需要您或者家人主动联系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办理一个叫做切结居住事实或者异地居住认证的手续，证明老人家健在，并且符合领取资格，这样才能解冻这笔钱。现在很多地方都能通过官方的 APP 线上办理认证，或者麻烦亲戚朋友跑一趟公所也能搞定。总之一定要主动处理。接着咱们说第2个硬指标，年龄。这次能领到最高额12000元新台币的，主要是针对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这里要特别注意，政府只认10岁，就看您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必须实实在在满65周岁，而且这笔钱是分等级的。一般来说，65岁到79岁的长辈，基础额度可能会少一点，可能是几千元新台币。如果您或者家里长辈已经年满80岁，属于高龄长者，那么加上高龄津贴的部分，就非常有可能领满12000元新台币这个最高额。所以家里有80岁以上老宝贝的子女们要特别上心，这可是一份不小的春节红包，千万别给漏了。最后是第3个硬指标，也是今天最重点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您的银行账户状态。这笔钱最终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转账的方式发到您手里的，这就需要一个畅通无阻的通道。很多长辈的存折可能好几年都没用了，里面就剩几十块钱，这种账户很容易被银行列为禁止户或者休眠账户。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况，就是身份证过期了，换了新式身份证，却没有去银行更新资料，导致银行系统里的客户资料显示异常。一旦您的账户处于这种非正常状态，钱汇过来的时候就会被系统自动拦截、退回，显示汇款失败。系统可不知道您是忘了更新，它只会认为这个账号不能用，那么这笔钱就悬在半空，最终会被退回去，就像陈爷爷遇到的情况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要恳求各位叔叔阿姨，还有正在看视频的晚辈们，今天看完视频，不管多忙，一定要把家里的存折找出来看看。如果最后一次刷存折记录就是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超过1年都没动静了，赶紧拿着身份证和存折去对应的银行或者邮局，哪怕只是存100块或者取100块，只要发生一笔交易，这个账户就被激活了，状态就正常了。另外，还要确认您在公所登记留存的银行账号是不是您现在手里这个存折的。如果您以前换过银行，或者存折遗失补办过，账号很可能变了。一定要亲自去一趟户籍地的公所更新资料，否则钱还是会汇到老的作废的账号里，那就白忙活了。讲完了领取资格，咱们接下来就说说具体该怎么领。政府一般提供了3种领取方式，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对号入座就行。第一种最省心，叫做免申请，直接入账。如果您目前已经在正常领取老人年金或者劳保退休金，身体硬朗，户籍地址也没变动过，那么恭喜您，您很可能什么都不用做，安心在家等着就行。2026年1月1号过后，您去银行刷一下存折，或者让子女帮您查一下网银，看到账目里有一笔名叫春节慰问金或者生活补助的进账，那就说明钱已经稳稳到账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建议您去刷一下折子确认，亲眼看到数字，心里才最踏实。
第二种方式是线上登记申请，这种方式特别适合刚满65岁的长辈，或者户籍刚迁入满6个月的朋友，因为系统可能还没来得及把您的资料纳入自动发放的名单，或者资料还不齐全，这时候就需要主动一点。可以请家里的年轻人帮忙，用手机下载政府的官方服务 APP， 比如我的易政府，或者您所在县市的便民 APP， 在社会福利专区找到春节生活补助申请的入口，按照提示上传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存折封面照片，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后台审核通过后，款项会尽快发放。这种方式不用出门，但前提是要会用智能手机。如果长辈自己不会操作，一定要找信得过的晚辈帮忙，同时注意保护好个人资料。第三种方式是传统临柜办理。如果实在不清楚自己是否符合资格，也不熟悉手机操作，身边暂时又没有年轻人可以帮忙，那就亲自去户籍地的区公所或乡镇市公所的社会客柜台办理。出门前请带齐所需物品：本人身份证正本、最新的户口名簿正本、本人存折封面复印件。如果是子女帮父母代办，除了带上父母的这3样东西，代办人自己的身份证和印章也一定要带上。到了柜台，可以直接向工作人员说明来意，查询关于春节补助款项的发放情况，工作人员会协助您核对资料，如有问题可以当场处理，修改后等待后续补发即可。公所的工作人员会尽力提供帮助，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提出。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最近有长辈反映收到不明手机简讯，声称可以领取政府补助。请大家务必留意，政府发放补助不会通过手机简讯发送链接要求点击，也不会打电话询问银行卡密码或要求进行 ATM 操作。任何要求汇款、提供担保或索要验证码的电话都应保持警惕。如果感到不确定，最直接安全的方法是前往区公所当面咨询。个人的身份证号、银行账号、密码等信息，切勿透露给陌生人。款项领取后，如何妥善管理也很重要。建议不必一次性取出所有现金，可将钱款保留在银行账户中。目前许多地方消费都可以使用刷卡或电子支付，也可请子女协助设置相关便利功能，既方便又安全。如需提取现金，最好有家人或邻居陪同，取款后请妥善保管。那么，这笔钱可以如何安排呢？建议长辈们不必过于节省。政府发放这笔钱的初衷是希望大家能更好地照顾自己。可以用这笔钱更换实用的家居用品，添置舒适保暖的衣物鞋袜，或者在饮食上适当补充营养，保养身体，保持健康，减少医疗支出，也是对家人的支持。当然，如果愿意给孙辈准备一份心意，也是不错的选择。此外，还有2个常见问题在此说明。第一个问题，领取这笔钱是否会影响低收入户资格？原则上不会，因为在大多数县市，这类一次性节日慰问金在计算低收入户家庭总收入时会被排除在外，通常不会因此影响资格。但为了确保无误，如果您家中正在领取低收入户补助，建议向负责的社工确认当地的具体规定。第二个问题，今年刚满64岁，是否可以通融？很抱歉，年龄规定是明确的，必须10岁满65周岁方可符合条件，请您不必失望，明年符合年龄后即可领取。同时，即使未满65岁，许多地方政府也有其他春节慰问安排，金额可能不同，您可以向公所咨询或留意社区通知。近期，政府工作人员正在加紧核对名单，但系统可能无法及时更新您的迁址、改名或患者等信息。因此，请大家务必主动确认自身情况，建议检查证件与存折是否正常。子女们也可以关心一下父母，
询问他们是否了解相关补助信息，确认账户是否可用。晚辈的多一句问候，多一次帮忙，对长辈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支持。今天关于2026年春节关怀补助的相关事宜就介绍到这里，最后总结3个要点。第一，资格要确认，户籍满半年，年龄满65，账户需正常，条件需符合。第二，领取有方法，可自动入账，也可选择线上申请或柜台办理，主动办理更安心。第三，行动请及时，尽快检查证件与账户，如有问题及早处理，避免临近春节时匆忙办理。如果您听完后仍有疑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简要说明情况，我会尽力为您提供建议。同时，我也会在频道内整理上传各县市的具体规定，供您参考。本频道旨在为大家提供帮助，欢迎随时提问。恳请大家帮忙转发这个视频，将它分享到您的家庭群、朋友群中。您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帮助到一位需要了解信息的长辈，为一个家庭增添一份节日的温暖。也欢迎您为视频点赞、订阅本频道，您的支持是我继续为大家分享资讯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衷心祝愿所有长辈身体健康，生活愉快，2026年过一个安康美满的春节。记住，生活安稳，心情愉悦，就是最好的晚年光景。